翌日果不其然，御林军首领带着几名大内侍卫来到瑞王府，要求抓捕朱榴莲。我也去，榴莲是我的丫鬟，皇上早晚得审讯我，还不如我自觉一点，主动去回话。你说的没错，你是本王王妃，早晚轮到审讯本王，还不如本王自觉一些，主动回话。所以本王也随你入宫。好。瑞王和慕容朱雀主仆入内，见金碧辉煌的大殿内，除了皇上之外，还有皇后、吴贵妃、谢贵妃以及商妃，众人为皇上、皇后以及诸位娘娘请安。朕听说京中盛传，从陈王府逃出了一个丫鬟，跑到了瑞王府，成了瑞王妃的贴身丫鬟，可有此事？回父皇，京城确实有这个传言，儿臣正准备派人调查谣言的来源，但儿臣可以肯定，中间定有误会。朱榴莲是阿雀从伢子手中正当购的，绝不是从陈王府跑出来。瑞王这么肯定是误会，证据呢？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传言是误会？请问胡贵妃，陈王府的丫鬟为什么逃出来？是犯了什么事？逃出来后，陈王府没找人吗？没报官吗？正常有奴籍女子逃走，按照程序，管家是要报官的。回瑞王的话，按照道理应该报官的，但是考虑到私自逃走的奴籍抓回来有牢狱之灾，所以我家王爷心善，便要求小人先别报官，看看等等还能不能找回来。确实心善，那你能不能说说，那丫鬟是怎么逃出陈王府的？是白天逃走，还是晚上逃走？瑞王这是想偏袒丫鬟了，还是说这件事是瑞王的手笔？禀皇上，胡贵妃娘娘，我家王爷并非偏袒，而是心善。陈王心善，我家王爷也心善，毕竟兄弟嘛。对啊，陈王可以心善，谁规定瑞王就不可以？怎么只能有陈王善，别人还不能善了？你慕容麻雀，好一个快嘴！别绕圈子，直接说那个丫鬟到底哪儿来的啊？皇上息怒，皇上龙威慑天，把小姑娘都吓坏了。瑞王还要问什么？快问！是父皇，儿臣只有一个问题：从陈王府逃出去的丫鬟武功怎么样？啊，武功？回瑞王，从陈王府逃出去的丫鬟并无武功啊，所以说是一场误会嘛。父皇，阿雀的丫鬟朱榴莲是按照女侍卫购买的，正常丫鬟15两银子，但朱榴莲花了100两银子，卖身契上有银两数额。呀，还拿出卖身契了，谁知道是不是你们勾结伢子瞎写的价钱？胡贵妃说的是，但卖身契可以伪造，武功不能伪造啊。武功可不是1天2天能练出来的，得长年累月的练。父皇找侍卫试一下朱榴莲的武功，不就知道了？好，郭侍卫，属下在。去，你与那个丫鬟比试一下，试试她的武功。姑娘，请吧。朱榴莲也不客气，直接展开了攻势，下手绝不手软，直接攻击对方的要害处。众人惊叹，那丫鬟还真有武功，而且武功还不低。很快便展现出了优势。郭将军能做御林军的军官，统领大内高手，贴身保护皇上，武功当然也不弱。两人几乎打了个平手。姑娘，臣让了。将军好武功，奴婢受益匪浅。禀皇上，朱姑娘武艺高超，巾帼不让须眉。看来不会是她呀。这武功会不会是刚学的？回娘娘，末将认为练武很难一蹴而就，末将敢打包票，朱姑娘最少练武10年。这回稳了，有郭将军作证。父皇，儿臣认为应该是一场误会。如果朱姑娘真是从陈王府逃出来的丫鬟，以朱姑娘的武功，也不能仅仅只做丫鬟，最少也是一名女暗卫。看来的确是一场误会。谣言的来源可查出来了？皇上恕罪，暂时还没查出来。废物！本宫问你，既然是陈王府的丫鬟，你应该见过吧？回皇后娘娘的话，陈王府下人的流动性比较大，小人可能认不全呐。你对他的脸就没有一点印象？回皇后娘娘，小人确实没有印象了。锦绣之下，皇后玉拳捏紧，心中咒骂一群废物，却又不能多说，这件事便只能告一段落。皇上下令，哪怕是掘地3尺，也要找到造谣之人，之后捉拿归案。王府门外，马车刚停了，李云池就冲了出来。当看见在车夫旁边的朱榴莲时，眼眶彻底红了。朱榴莲跳下马车，还没等转身接小姐，人已经被抱住。等等，李公子现在还在外面呢，有什么话我们进去说。李云池只是表面平静，内心已经疯了。从朱榴莲被抓走时，他开始疯的，甚至都在想找个地方或者找个起义军参加造反了。他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他有心思。怎么？嘘！朱榴莲听见小姐的声音，急忙一个用力把李云池无情推开。榴莲那丫头也是，怎么一点面子不给人家呀？你没事吧？
没事，反正都已经这样了，就接受现实吧。打不过就是打不过了。是啊，已经接受了。有时间吗？我们聊聊。我也想和你聊聊。去书房。行，你觉不觉得皇上对榴莲的事特别在意，或者说对陈王美黑户女子一事十分在意？但在我的印象里，这个皇上可不是明君，是个任意妄为的昏君，不理朝政，只追求自己长生不老，甚至没有什么父爱。哪怕因为胡贵妃的原因，他对陈王特殊一些，我在他眼睛里也只看到紧张，没有看到担忧。是的，回城时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儿。不过按照之前得到的信息，也能解释得通。皇上纵容陈王，任由陈王草菅人命，怕这件事揭发毁了他一代明君的形象。哼，这皇帝也是奇特，昏君归昏君，却在乎面子和名声。娘娘，您回来了。唐念约呢？在院子里呢。说话间，众人到了唐念约的院门口，还没等下人通报，辛竹雨便一把推开门，迈过门槛进了去，直接冲到唐念约的房间里。民女见过娘娘，给娘娘请安。起来吧，本宫问你，你上回对本宫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慕容麻雀的丫鬟朱榴莲怎么会有武功的？有武功？这民女并不知情啊。不知情？不知情，你为什么对本宫说？你知不知道你酿出大祸了？本宫告诉你，如果皇后娘娘迁怒下来，本宫可保不住你。娘娘，您能不能为民女讲讲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民女现在确实是一无所知啊。辛竹雨狠狠瞪了唐念约一眼，之后便把今日发生之事说了。唐念约听后，心狠狠的一顿，他懂了。辛侧妃是偷鸡不成18米，被慕容麻雀那贱人摆了一道。凭什么？错明明不在我，凭什么这贱人能趾高气昂，能随意拿捏人的生死，能让人强暴我，还装出一副活菩萨的模样？娘娘还记得上回民女说能想到什么重要信息再禀明娘娘吗？民女想到了。想到了？想到什么了？娘娘，这个消息太过机密，民女只能讲给您自己听。这里的人都可靠，你大胆讲吧。可靠吗？那民女讲了之后，只希望娘娘别杀了他们灭口。你们都出去吧。是，娘娘。两人暗暗松了口气，以最快的速度离开房间，还关了房门。现在没人了，有什么事说吧。在说这件事之前，民女有个问题要问娘娘。娘娘知道民女曾遭遇不测，那日轻薄民女的男子曾说他是听命于辛家，可是真的？什么？那些下人怎么这么废物？这都能说？等一会儿回家，非要找到此人，好好收拾一番。请娘娘回答民女，是不是真的？当然不是，当时利用你对付昌宁侯府的可是慕容侧妃，与本侧妃无关。娘娘，一会儿您听了秘密，不要太害怕，也不要叫出来。好，你说。就是来人呐！救命！